天才钢范于杜白，桃园机场以摩肩擦踵。大疫过后，全球重新链接，当中也包括一份来自台湾的牵挂。其实我们已经3年没有回到印尼去特别拜访移工的家乡，所以这次非常期待。33岁的陈凯翔是移工培力组织 140 的创办人，7年前就开始台湾、印尼两地跑，一边帮在台湾的移工上课，后续也追踪他们回乡后如何应用一技之长。繁华现代的首都雅加达只是过站，他们的目的地是朴实不起眼，却孕育多达900多万海外劳动力的乡村。4点45到卡拉旺第一月台。火车一路向西，奔驰在爪哇岛上。这些的城市，像卡拉旺、像 Indramayu、Cirebon， 都是我们的移工学生的家，我们要去拜访他们。每次造访印尼，陈凯翔与伙伴们都会待上1个礼拜，拜访7、8名学员。之所以对移工议题特别有感，是因为陈凯翔大学时曾经在菲律宾乡村待上3个月，与当地人吃饭、生活密切互动，让他深刻体验到移工不单是劳动力，而是跟你我一样肩负压力、努力生活的人。经济的原因被迫的不得不，所以出国。对，那而且承担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说希望我自己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好，而是有一整个家庭，甚至他的亲戚，一整个家族都在期待着他。也看到很多是他寄回家以后，哇，各式各样要分给家人、分给亲戚，其实钱一下子就花光了。这样子的出国的恶性循环，会让这些移工永远没有办法好好的回家，错过了就是人生一大段的青春岁月这样。小心哦。亚尼人生的黄金岁月就在台湾度过。他因为家贫，高中毕业后就来台湾当看护，整整6年后才得以返乡。不过在台湾时，他努力精进中文能力，回国后也顺利进入台商公司当翻译。相对优渥的薪水，让亚尼不用再出国工作，也顺利结婚买房。他们需要翻译，因为他们是第一次开那个工厂嘛，所以我是慢慢台湾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可以讲话而已。好了，大香桥。这份工作当初就由陈凯翔与伙伴们帮忙媒合，因为他们意识到缺工与失业之间，有时或许只缺一座桥。因为有很多台湾的公司因为新南向政策来到东南亚，那他们其实很需要这种又会讲中文，而且不只是中文，就是很熟悉跟台湾人的文化还有相处是熟悉的，然后又可以跟当地人去互动。这些来过台湾的这一些的移工，然后他回到印尼，他就变成最好的一个潜力的人才。一技之长让移工有更多弹性，决定人生的深度及广度，而有人的决定是当老板。Hello， 阿婷，好久不见。对啊，我很想你们呢。已经3年没有见了。是，而且我带你们看我的员工。哇，好多人哦！嗨。今天有的是做衣服，有的缝衣服，有的烫衣服。身形娇小，语调轻软。34岁的 Wati 曾经在台湾当看护，回乡6年自行创业，如今他已经是这家服饰店的老板，管理18名员工。Pertamanya itu, aku kan cuma modal waktu itu cuma 15.000 rupiah. Saya buat modal jualan goreng-gorengan pada saat itu. Terus setelah jualan goreng-gorengan tambah banyak, ada tetangga saya yang jual mesin jahit ke saya. Kemudian mesin jahit itu saya beli. Lalu kemudian saya buka permakan jahitan。定制服品质受顾客青睐
Warty 的服饰店不止年年包下多达7所幼稚园的制服生意，就连过节需要的衣装，顾客也得提前3个月下定。但其实 Warty 原本对做生意一窍不通，是在台湾上创业课时才发现如何用小钱滚大钱。Orang yang pesan ke saya itu harus DP dulu 50% supaya usaha saya itu bisa berjalan. Jadi yang pesan baju ke saya tuh mesti DP dulu 50%. Jadi kan yang 50% itu bisa saya buat beli bahan-bahan buat jahit baju mereka. Jadi saya nggak mengeluarkan modal banyak. 我观察很多的移工就是会有一些风险，是因为他们可能在开店经营上面没有想太多，他可能贸然的开店，可能一下子就把钱赔光光了。透过还在台湾的期间，然后就有更好的准备，包含他怎么去规划说他要开什么样的店，有一些基本的商业的概念，可能成本啊、利润啊，怎么记账、怎么行销。因为你开了这么大的一间店，然后有什么样子的东西是你觉得我们现在在 Business Class 可以教的？ Menurut saya ilmu yang harus diajarkan ke murid-murid Warty itu kan itu gimana caranya buka usaha dengan modal seadanya. Karena kan banyak yang di Indonesia itu yang modalnya pada sedikit-sedikit. 白手起家，独当一面。如今 Warty 已成为学员间的创业楷模。这天，所有曾在台湾工作的移工齐聚一堂，不只听 Warty 如何开店，也彼此交流回国后的人生规划。在台湾的工作，在做一直的日子，我又想改自己做的工厂的做一直，有很多忘记了，没关系，你先试着讲讲。陈凯翔与伙伴希望这张因台湾而结成的人际网络持续壮大，除了让回乡移工交流在地创业工作资讯，若人缺钱想到台湾工作，这群学长姐也能时间分享台湾的语言、文化及生活，让他们更快适应异乡。我们希望创造台湾可以成为一个移工向往的地方。过去是高阶白领的人才，但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像这样子的蓝领移工，也是台湾很需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台湾除了现在的制造业、营造业以外，其实像现在的农业、服务业，其实也都一直说在缺工。搭配上台湾超高龄化社会，有越来越多人需要照顾老人家。缺工危机从白领移向蓝领。2022年，政府将移工留台期限从最长14年无限期延长，就是希望节省移工训练成本，填补庞大的中阶劳力缺口。过去是雇主挑移工，未来也可能是移工掌握劳力市场的主导权。其实移工也可以去新加坡、去日本、去韩国，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全球的，就是人才流动的时候，大家在互相竞争，怎么样子让透过这些移工对于台湾好的印象，让他们去传播出去。两地形成的链结早已密不可分。在移工培力现场，陈凯翔与伙伴们继续两头烧。在台湾协助移工们获得一技之长，也持续关注他们回乡发展状况，希望深化两地的生命流动，让每一次的交汇都更加深刻。